各位好，今天我们继续聊 iPhone 内置 App， 该轮到钱包，马上就见到曙光了啊！快聊完了啊，坚持一下，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啊！钱包这个是一个什么 App 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地区，我们去聊 iPhone 内置的钱包的话，我相信有80%到90%的用户还是不知道 iPhone 有这个东西的，这个情有可原啊，因为中国的这个移动支付实在是全球首屈一指啊，他说第一，没有人；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这话应该这么说。但是呢，我在这边还是希望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知道的Apple Wallet 啊，就是这个钱包 App 里面有的一些功能，而重点是我们希望聊一下差异化啊，就是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移动支付已经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市场当中，我钱包 App 到底还有没有优势？它和支付宝、微信这样的支付平台相比，这个差异在哪里？我今天想聊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支付宝、微信首先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就从钱包开始。简单来说，钱包在最早其实它是没有支付功能的。钱包 App 最早它不叫钱包 App， 应该是叫凭证，好像是啊，一个类似于叫 Passport， 中文是什么翻译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支付的功能，它只有什么呢？比如说保存一些这个商户的会员卡呀，帮你存一些电子优惠券啊，或者是呢，我们最酷炫的一种方式就是登机牌啊，电子化了，存在这个钱包里面。那但这个是它叫 Passport 之前就能用这个功能了。你听它之前的名字嘛，叫 Passport， 不是登机牌嘛，护照嘛，是吧？那就是干这个用的。那你一听这个呢，其实就是离我们普通用户呢稍微远了一点，而这个东西呢，往往是需要这些商户去进行支持，你才能够用到这个功能的。那后来名字改了，图标换了，名字叫钱包之后，也就是证明了我现在有支付功能了。我不仅仅把你钱包里面的这个优惠券啊、登机牌啊给取代了，我还能取代你的银行卡或者信用卡，甚至交通卡。那现在的钱包 App 也就分这两个大的功能，一方面保留了原来的这个 Passport 的功能啊，就是登机牌啊、优惠券啊，什么会员卡呀，它还是可以用这个数字化的方式帮你全部都保存在钱包里面的。那举个例子啊，如果你对 Apple Store 的这个服务比较熟悉的话，我们预约一场 Today Apple 的课程，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课程的签到的凭证保存在钱包里面。那或者您的设备出现了问题，你预约一个天才吧 Genius Bar， 你也可以把你的预约凭证保存在钱包里面。那再有呢，咱有钱买东西啊，预约这个Apple Store 的线下提货，或者是你直接去预约这个新机首发的一些购买，预约 Vision Pro 的购买，那这个都可以把这些凭证存在 iPhone 原生的钱包 App 当中。它的整合度和打开的方式都是最简单的。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用 Support 就是支持 App 官方的啊，去预约了一个金 SPA 的维修，那当你到达天才吧之后，到达 Apple Store 之后，你的 iPhone 主屏幕就会给你跳出一个通知，说你到这边了，要不要亮开这个钱包里面的凭证。那么你点一下之后，这个凭证直接打开，那就可以证明啊我是预约好的。那这个是凭证啊这一块的服务。那重点是第二块，就是支付这一块。支付这一块其实在国外，或者准确的说，在早年就是常年普及信用卡的
消费的国家，其实 iPhone 钱包 App 的支付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受欢迎而且使用广泛的。但是在中国地区呢，就使用的非常的不广泛了啊。我们先把这个名字喊出来吧，就是 Apple Pay。之后我就不再说钱包了，就直接说 Apple Pay 了。因为钱包里面2个功能，一个是凭证，一个就是 Apple Pay。Apple Pay 指的就是专门付款的这一块。它之所以拎出一个新的名字，大概率上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跟银行、需要跟商户一起对接的一个完整的服务，它而不仅仅是一个 App 那么简单啊。那为什么说中国就不太有人会用，甚至都不太有人知道 Apple Pay 呢？大家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为什么中国大陆的用户就是不习惯用电子邮件，中国大陆的用户就是不习惯用语音留言。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对于电话的语音留言来讲，我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讲过，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大环境从固定电话过渡到手机，其实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啊，2、3年，你拉长一点3、5年，这还要看每一家人的经济条件怎么样。但是你反观一些发达国家，其实他们从固定电话到手机是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啊，10几年或者几十年的时间。所以你想想看，有那么10几年的时间都没有手机，只有固定电话的情况下，这个语音留言就非常的有用了。那这些人就早已习惯了语音留言这种方式，即便到手机时代，万一没信号了，有事情没有办法接了，直接跳到语音留言的话，对方也会真的去给你留言。但是在中国，你即便开通了这个功能，对方给你打电话，你挂断，切到语音信箱，他一听让你留言，对方99%的反应就是直接挂，很少有人会真的给你留言。那钱包也是一样的，因为在 Apple Pay 在中国推出之前， Apple Pay 其实是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跟这个 Vision Pro 一样，第一在美国试点之后，第2个国家就是中国，直接就推出了，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而且效率很高。那即便是这样，现在 Apple Pay 在中国的普及度仍然我不知道，但是以我自己观察周围的情况看来，应该是挺惨淡。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它不是一个习惯了使用信用卡支付的国家。这个中国的大部分的这个人民呢，就是人呢，就是他都，你不要说习惯使用信用卡啊，就是在我 Apple Store 工作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对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差别，包括因为当时其实现在一直在推广这个免息分期嘛，就是很多人会拿一张借记卡来给你说，我这个也是某某银行的这家银行是支持你们这儿免息分期的，你给我拿这张银行卡去免息分期。所以他的这个信用卡方面的知识是普遍比较低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直接就来了一个微信支付宝，那直接就抢滩登陆了，直接把信用卡就过去了。你现在我没有数据，但是我猜测用花呗的人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信用卡，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我相信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就直接把信用卡给你跳过去了。那如果没有信用卡，你直接过渡到扫二维码，其实它的风险还蛮大的。就你看起来这个扫二维码蛮酷炫的，但是早年就发生过很多这种被盗刷的事情。其实二维码盗刷很简单，当你把你的付款码亮出来之后，旁边有个人拿个相机把你这二维码拍下来，你走了之后，他直接拿拍下来的这个二维码去扫，可能你的支付宝或者微信设置的是100块钱以下免密，对吧？那我就一次扫99扫10次，你这个钱就啪啪啪啪啪就没了。当然现在可能通过技术手段把这个已经去填补掉了但是我一直对这种扫码，不管是我扫你还是你扫我，这种付款的方式存有一点戒心而且呢，它的安全就是
隐私工作其实跟我们说讲这个地图导航一样，做的也实在是不怎么样。比如说商户支付宝整个的这个流水其实都是透明的，都是可以看到的。那有的时候这个像什么这个消费报告的，支付宝帮你省钱这种其实我个人来讲呢，不是太希望有这样的，就是不是太喜欢这种功能也许我是一个另类，应该我就是一个另类。那么 Apple Pay 有什么好处呢？那首先，如果您有一些这个银行卡或者特别是信用卡消费的知识的话，我们接下来聊会更轻松一些。Apple Pay 它应该是目前公认的世界上最安全的支付方式，我个人认为没有之一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我说的也有点不那么有底气，因为我没用过安卓手机，我唯一用过安卓手机是锤子那我就单纯讲一讲 Apple Pay 它为什么说安全。首先第一个，你要使用 Apple Pay 你必须绑定一张银行卡，那当你把一张银行卡绑定到 Apple Pay 上面之后，它就直接帮你隐藏掉了你的信用卡卡号。那这个时候其实它会在你的 iPhone 上生成一张虚拟的信用卡，而这张虚拟信用卡直接对接的就是你那张实体信用卡。那当你绑定到 iPhone 上之后，你这张实体信用卡就可以不用带了，放在家里了。那说难听点，你把它拿剪刀剪了也没关系。以后只要每次在刷卡消费的时候，你只要拿你的 iPhone 钱包 App 去刷就可以了。现在几乎不用说几乎，就是现在世界上所有能刷卡的地方都是支持就是 NFC， 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免接触支付，俗称 B 一下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如果不支持这个功能的 POS 机，它在大概7、8年前就应该已经淘汰了，就是禁止你连到银联的网络当中了。所以现在只要有 POS 机都是支持的，但是它同时也支持最传统的那种刷一下的方式。那如果你到一个支持 POS 机消费的商家，他告诉你不支持 Apple Pay， 这个几乎100%可以肯定不是不支持，而是他不会用，他没听说过这是个啥，因为毕竟用的太少了嘛，他只会那么刷一下的但是早年你可以说我用银联云闪付就可以了。那个时候就是大家那个银行卡，新一代的银行卡上是带有这个闪付标志的，就是这个卡呢不用刷磁条，直接逼一下就好了，其实就是用的这个功能。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嘛，见卡就知道刷卡这2个字在这个中国的语境当中已经深入人心了好像拿张卡就只能刷不能逼。那如果你用逼的方式那其实你逼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钱包 App 里面生成的虚拟信用卡，而这个卡的卡号是一个虚拟的卡号，它完全没有办法去通过虚拟的卡号去猜到你的真实卡号。即便你把那个 Apple Pay 的付款小票打出来，银联的那个回单打出来，你去看一下，卡号那一联写的也不是你的卡号。这就在整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帮助你规避了任何遗失或者是卡面信息被盗的风险。而输密码这个环节在传统的刷卡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地方有意识一点的可能会挡住这样去输密码，但是很多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往那个密码盘上刷什么胶这各种方法吧去猜你的密码。而当你用 Apple Pay 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在 POS 机上按任何的密码的，你所有的密码认证都是通过指纹或者面容 ID 来去通过和实现的。那这样的方式你随便看你也没有办法盗取我的密码。所以在卡号、卡面信息跟密码这2个方面都做到了绝对的隔离。而在你的 transaction 就是交易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钱款的走向也只有你和银行才知道那
中间是没有第三方是可以知道你都买了是什么东西，交易了什么东西的，它也是利用加密的方式进行传输的。而且呢 Apple Pay 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脱离网络去使用这个就像交通卡一样的嘛，因为它本质上呢就是把你的银行卡当中的那个 NFC 芯片里面的信息复制到了你的手机的 NFC 芯片里面，而 NFC 芯片的调用是不需要网络的，所以即便你的手机没有网到国外到任何地方，只要你有刷卡机的地方，你都可以去逼一下使用你的这个 Apple Pay 进行消费。而最新款的应该是从 iPhone 12以后的机型，即便你的手机没电了，那么它就是无法开机了已经那么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一定时间是多长呢？当然是你机型越新，它的这个时间越长。比如说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 ，iPhone 12应该是断电后半个小时，然后 iPhone 15应该是断电后6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你都可以直接利用 Apple Pay 里面绑定的银行卡或者交通卡去打车、乘公交、上地铁甚至刷卡。刷卡这个能不能没电刷，我不是100%确定可能不行你可能要因为它没有办法这个给你验证刷脸跟指纹了嘛。但是那个交通卡是肯定可以的。当然了，前提条件也是你需要把你的交通卡提前设置成设置成快捷交通卡，也就是无需认证就可以直接用，那这样你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聊到这儿之后，其实说到底iPhone 在全球有几亿的用户，上亿的用户，是1亿还是10亿我忘了。那么这么多的用户保有量，它做出的东西第一的考虑是安全，我觉得这个完全无可厚非。特别是你到出国以后，到这个有信用卡常年的信用卡使用习惯的国家，那么这个钱包 App 其实是一个我个人的这个生活体验是必不可少的一款 App。 在中国其实硬件和服务完全是搭建的比较完整的，但是呢还是因为认知或者培训或者使用习惯各种原因没有太多的人去使用这个东西。当然微信跟支付宝是渗透到毛细血管里面的。你说 Apple Pay 再好，你说我下楼买个油条我去给这个路边这个蹲守的这个乞讨者去捐个扫码捐款扫码乞讨捐个10块钱20块钱，那这种没办法用 Apple Pay。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 iOS 18的系统最新加入了这个2台手机面对面的去通过 Apple Pay 去逼一下付款那这个可能让我们的国人就是笑掉大牙你们现在才可以这样，我们微信支付宝转个账你们不知道有多方便对，这真的很方便，比那个先进多了，方便多了这个咱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人使用习惯，我觉得你习惯什么支付方式都无可厚非。但是呢，我个人的观点是，我希望有选择。而目前来讲，即便你在中国大陆，你还是有选择的。你是可以选择使用 Apple Pay 的。给大家讲一个我原来工作时候的小故事，蛮好玩的。就是我们有一些同事，我们也要吃午饭嘛。所以在午休的时间就会到我们 Apple Store 旁边的一些这个饭店餐厅去吃饭，吃完之后有很多餐厅就也提供这个刷卡消费，然后这个餐厅的收银员就不会我们就问他你能不能用 Apple Pay， 他说不能。然后我们有些比较较真的同事就说我不相信，来我来教你怎么用，然后他去教那个饭店的收银员怎么样使用 Apple Pay， 所以都是可以用的还是那句话，你可以不用，你可以有自己的偏好，你可以自认为这个好，这个那个还是那个好，但是我觉得，生活在一个有选择的环境当中，无疑是最好的。好，感谢各位的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接着聊。